心经》的诸法实相。正文：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诸法呀，是指一切法。空相啊，不是指空，也不是指有，它是空所显现的真实相。空相也可以称为有相，有所显现出的实相也可以叫有相。实相可以通过空相来显，或者依靠有来显现，但实相的本身却是非空非有的。不生不灭是从事物的有无来说的。要明白不生不灭的含义，先得说明生和灭。生灭法都是有为法的特征，在三法印中，有称为诸行无常印，是说有为法都是无常变化的。经论中有四相的说法：生住异灭，从无到有叫做生，生而相续名为住，新陈代谢名为异，离散衰亡称为灭。也有三相之说，生异灭三相，是将四相中的住相和异相合为异相。的确，万事万物存在的阶段也是异相的过程，住相当然可以归为异相了。就像我们这个身体，早晨看和晚上看没有什么变化，但如果真没有变化，我们就会长生不老。所以就生灭的内容在经论中分为三类，无论是四相还是三相说，都可以简称为生灭二相。而生灭呢，又分为三种生灭：一期生灭、刹那生灭和大期生灭。一期生灭呢比较容易理解，它指有情一期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过程。一期生灭也就是有情众生的生死，任何人都难免生死，因此一期生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很现实和无奈的。而刹那生灭就比较微妙了，刹那是印度人衡量时间的一个极短的单位，也就是最短的时间。刹那生灭是指事物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的生灭变化。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，刹那生灭是觉不出来的，但事物却在刹那中生灭。比如说一把椅子从崭新到败坏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，你们谁敢说这椅子有片刻不在败坏之中呢？因为倘若1秒钟不败坏，那么第2秒钟、第3秒钟乃至永远都不会败坏。就像一条河，我们错觉认为去年来的时候是这样，今年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可很少有人去分析河水是相续不断的流动。你眼前看到的河水早已经流走了，你看到的只是它一个相续不断的一个景象。一盏油灯也是如此，你看到灯光其实也是它的相续状态，前面的燃料燃尽，后面的燃料又供给，导致灯火相续不断的景象，实际上都是刹那生灭的。第三就是大期生灭，它是从我们生命的生生不己说的。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条洪流，从无始的过去一直延伸到无尽的未来。人的一生在生命的洪流延续的过程中，只不过是这生命洪流中的一片浪花。人在一生的这个洪流的过程中呢，这一生只是这个洪流中的一片浪花而已。浪花虽然时起时灭，可生命洪流却一直在延续着。这生生不已的生命洪流便是大期生灭。这个生灭通常在人们的眼中呢，总是实在的。说到生，有人就以为是自生，也就是自己派生自己，自己规定自己。有人以为世间一切都是没有因缘的生，就是认为偶然出现的。有一首歌词不就是这么写的吗？我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能看出我的脆弱？比如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妈妈的儿子，难道真是偶然的吗？自生或无因生，都是把生命看成独立的，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出生了。这样呢，生与不生呢就形成了对立，生就不是不生，不生就不是生，这也还是因为自性见的结果。但以佛法来看，世间上不存在任何自生或无因缘生的事物。
佛说诸法因缘生，法亦因缘灭。所谓生是缘聚而生，比如桌子是因为具备了木头、油漆、钉子、木头等众多条件，才有了桌子的出现。同样，你看到的这个视频，也是因为我发心在写文案、拍视频、剪辑、上传到平台，并符合平台的规则，通过审核，这些诸多的因缘才会让大家有缘看到，所以自然不会是自生，也不会是无因而生。生是这样的，灭又怎样解释呢？灭是随缘的。前面说到的桌子，一旦油漆退了，钉子松了，木头旧了，构成桌子因缘败坏了，桌子也就随之消失了。然而桌子不能说自生自灭，它取决于众多因缘，所以桌子的灭只能说是随缘灭。认识到缘聚缘散的道理，你就会发现所谓生灭其实就是不生不灭。因为从缘聚来看生，离开了缘无法可生；从缘散来看灭，离开了缘无法可灭。就如桌子，倘若离开了铁钉、木头、油漆、木工，请问桌子是什么？事实上，离开了众缘，并没有桌子。因此，桌子的生其实就是不生，桌子的灭也是缘散，并非彻底消灭，一无所有。而离开了桌子的条件，就无法可灭。可见桌子的灭就是不灭。桌子如此，我们身边乃至世间一切有为法也都是这样。下面我们谈不垢不净。不垢不净是相对于垢净，垢净是随人的好恶而建立起来的一对概念。通常我们会把自己喜欢的称为净，把自己不喜欢的称为垢，甚至基于净垢这样的一个前提，于是在每个人的世界中就出现了分别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，有价值的、无价值的，有意思的、没意思的等等，并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客观上存在的，事实如此，固定不变的。事实上，垢净并非在客观上事实存在，它是人为赋予的，是因人而异的。就日常生活中吃穿住用而论，有人喜欢吃葱蒜，视其为好东西；有人不喜欢吃葱蒜，就认为它不是好东西。服装的颜色，有人以黑色、灰色为美，有人以黑色、灰色为丑。居住环境，或以城市为好地方，或以乡下为好地方。在《大制度论》中说到这么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女子，冤仇看了生嗔，情人看了生爱，儿子看了起敬，鸟兽望而逃走。同一女子，为什么大家对她的看法会如此悬殊呢？这就说明垢净是没有一定的，至于事物的价值也是人赋予的。比如眼前我们见到这只碗，它可以是一文不值，也可以值5角钱或5块钱，乃至于500元。因为这只碗如果是乞丐用过，我们就会认为它一文不值；若是一只摆在货柜上的普通碗，就会价值5角钱或5元钱。假如这只碗是2500年前孔夫子用过的，我们就把它视为珍宝文物，那它的价值500万都不止了。从碗的自身来看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好恶不同，才有了价值的差异。又如馒头与金子，哪种更有价值？对于温饱不成问题的人来说，当然是金子有价值，但在特殊环境中，也可能情况就不同了。有个故事说，有艘船遇难了，船上有平民也有富人。当他们都往海里跳的时候，平民带着馒头，而富翁带着金子。他们在水上漂了很久，肚子都饿了。这时候富翁想用金子跟平民交换馒头，但平民却不答应。于是富翁只能抱着他的金子饿死了，而平民吃了馒头，度过了生死难关。请问此刻是馒头有价值，还是金子有价值呢？世间上的垢净其实总是随人而异的，因为人们的观念认识不同，以此为垢，彼为净，美与丑，好与坏，有价值与无价值，也都是如此。客观世界中并无绝对的垢，
也无绝对的净，因此够净的实质是不够也不净。下面说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是相对于数量来说的。不增不减对于增减由少到多曰增，由多到少曰减。通常我们以为增便是实实在在的增，减便是实实在在的减。比如有人经商发财了，他在银行的存款猛增，于是他高兴的心花怒放。过几天生意又亏损了，存款减少了，他为此感到伤心之极。然而增减本来就没有固定性，你瞧大海，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每天都能看到潮涨潮落。当涨潮时，我们会觉得海水多了；潮落后，我们会觉得海水少了。从局部地区来看，海水的确有增有减，但从整个大海而言，又何增何减呢？有人经常喜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说佛教讲轮回，过去地球上的人口不足几亿，而现在增加到了几十亿，这些多出来的人究竟从哪里来的呢？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因为孤立的去看待增减关系。佛教讲轮回并不局限于人类或地球，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生命说的。今天地球上所说的人口增加，是因为现在人类生存的环境比较优越，在地球上人类增多的同时，其他世界其他类型的生命却在减少。你没听说过许多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了吗？你没看到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每况日下吗？因此从地球上看人类的增减，而从十方一切世界看生命，还是无增无减的。从以上众多例子上来看呢，佛法讲增减，增是随缘而增，减是随缘而减，离开缘是无谈增减。既然随缘而成，则客观上没有孤立不变的增减，那么增减只是一种假象。从事实上来说，增减其实就是不增不减。另外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，如果从真谛上来看，则有不同。前面所说的不生不灭是生灭宛然，不垢不净是垢净宛然，不增不减是增减宛然。这是从世俗中道而论，在真谛上，生灭、垢净、增减等差别都是了不可得，是为非生非灭，非垢非净，非增非减，乃至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请大家支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